一個鮮卑首領為什麼能讓剛剛建立的西晉陷入長達10年的苦戰？自謂封疆大吏，接連戰死，就連準備統一天下的司馬懿也不得不暫時放下滅吳計劃。這場幾乎改變西晉命運的戰爭究竟是如何爆發的？正始10年，公元249年正月，曹爽陪同皇帝曹芳前往洛陽城南的高平陵祭祀魏明帝曹睿。司馬懿趁機發動政變，誅殺曹爽及其黨羽，從此魏國的軍政大權便落入司馬家族手中。司馬懿去世之後，他的長子司馬師繼續執掌大權，廢黜皇帝曹芳，改立曹髦為帝。司馬昭當政期間，年輕氣盛的皇帝曹髦不甘做傀儡，於甘露5年（公元260年5月7日）率領工人攻打司馬昭，聲稱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也，最終被司馬昭的手下陳濟殺死。曹髦被殺後，燕王曹宇之子曹晃被選中為帝，為使其名正言順，將屬於曹氏小宗的曹晃過繼到曹氏大宗，並詔令其改名曹奂。司馬昭為完成代魏的布局鋪路，以攻滅蜀漢的赫赫軍功，夯實自身權威根基。他更以13次反覆辭讓九溪進攻相國之位的做法，把權臣謀力塑造成眾望所歸、不得已而受的仁厚之態，一步步打磨出一套完整成熟的禅讓流程。乾熙2年（公元265年8月），還沒來得及完成最後的禅讓，司馬昭病逝。同年12月，他的長子繼任晉王的司馬炎，經過幾番推辭，最終接受魏帝曹奂的禅讓，登基稱帝，建立晉朝，史稱西晉。曹奂被降封為陳留王，得以善終。等司馬炎穩定了局勢，正準備對東吳用兵時，一場為期10年的叛亂卻又拉開了序幕。突發蘇金人是河西鮮卑人，在祖父突發蘇田去世之後，接任了部落首領之位。長大成人後的蘇金人是一個富有謀略的人。太史4年至太史5年（公元268年至269年），河西陇西地區連年遭遇大旱，當地民眾深受其害，數十萬百姓處境艱難，亟待救助。秦州災區胡漢民眾混雜居住，其中又以河西鮮卑的人數最為眾多。司馬炎擔心當地生出禍端，於是派遣曾任荊州刺史的胡烈前往鎮守。胡烈到任之後，採取高壓手段處理當地事務，先屯兵於高平川，後又派兵進占麥田一帶的河西鮮卑居住地。這樣做的結果，不僅沒能維繫與羌人的和睦關係，反而更加劇了災區難民的痛苦。在胡烈的暴政之下，突發蘇金人於太史6年（公元270年）發起了反抗。太史6年（公元270年6月），秦州刺史胡烈率軍前去征討，與突發蘇金人在萬湖堆展開交戰，最終兵敗身死。胡烈死後，蘇金人麾下軍隊士氣大振，率領部眾一舉攻下了高平。扶風王司馬亮派遣將軍劉琦前往救援，劉琦卻觀望局勢，不肯進兵。晉武帝司馬炎下詔罷免了司馬亮，劉琦被判斬首。隨後又命尚書石建出任安西將軍、都督秦州諸軍事，與封為將軍田瞻一同率領大軍西征。石建和當時擔任東羌校尉、輕車將軍的杜預產生了矛盾。杜預拒絕盲目出兵征討鮮卑叛亂，被石建誣陷，遭到免職並押解回京。多虧杜預駙馬的身份，在8邑的赦免範圍才保住性命，但仍丟掉了爵位。之後石建率軍討伐突發蘇金人，依然無法取得勝利。同年7月，司馬炎又任命鎮守許昌的汝阴王司馬嵑為征西大將軍、都督雲涼等州諸軍事，接替被免職的兄長司馬亮鎮守關中。西晉軍隊和鮮卑軍隊經過1年多的交戰，突發蘇金人不但沒有被消滅，反而聯合了氐羌、匈奴等部落共同反擊。各族聯軍當中，尤以東西漢時期北地郡的匈奴人最為強悍，號稱北地虎。西北地區的各部族相互策應，並肩作戰，使得西晉王朝接連丟失城池與土地。
太史7年，公元272年，突厥苏吉人联合北地虎攻打京城，在青山击殺了凉州刺史辛弘。之後，他又在京上杀死了继任的凉州刺史苏玉。从太史10年，公元274年到咸宁元年，公元275年，突厥鲜卑的勢力從凉州京城郡西北繼續向西拓展。高昌以東的一些鮮卑部落也起兵反抗晉朝的統治。由於晉軍接連戰敗，司馬炎請示了，又命令賈充鎮守關中。賈充不願意離開權力中樞洛陽，在心腹荀胥的謀劃下，賈充採取了對西晉歷史影響深遠的小妙招，將小女兒賈南風嫁給太子司馬衷。通過這門親事，賈充曾全程變為皇親國戚，成功說服司馬炎將其留在京師，不僅避免了外放，反而地位更加穩固。然而，賈南風進入東宮，也為後來西晉的賈後亂政和八王之亂埋下了禍根。咸寧3年，公元277年，局勢更加惡化。平鲁护军文鸯临危受命，在3月率領梁、秦、雍3州的軍隊，大敗突厥蘇吉人，20萬胡人部眾前來歸降。經過這一場戰役，河西鮮卑的實力受到了極大的損耗。但僅過了1年，突厥蘇吉人就命令部將若羅拔人在武威大敗晉軍，楊仙成了第3個戰死的涼州刺史。第4個被鮮卑鎮斬的封疆大吏，突厥蘇吉人縱橫西北，威震天下。咸寧5年，公元279年，突厥蘇吉人乘勝攻下了涼州，司馬炎非常後悔。臨朝哀嘆說：“誰能為我討伐這個叛胡？”馬龍主動請命前往，率領3500勇士向西出征。期間，匈奴人劉淵也主動請求隨軍前往，孔荀、楊堯堅決反對，認為劉淵帶來的禍患遠大於突厥蘇吉人。然而，雖然孔荀、楊堯看到了劉淵的危險，但是卻忽略了一個王朝真正的危機往往是從內部開始崩潰。比如多年之後的八王之亂，馬龍率軍向西渡過溫水，突厥蘇吉人等人帶領幾萬名部眾，憑借險要地勢抵抗。因為山路狹窄難行，馬龍便下令制造了扁箱車，還打造了木屋安置在車上，一邊作戰一邊前進，一路行進了1000多里，打得鮮卑軍隊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損失十分慘重。自從馬龍率軍西進之後，便與朝廷斷絕了音訊。後來，馬龍的使者在夜裡趕回京城，晉武帝拍着手，十分高興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召集群臣，對他們說：“假如聽從了諸位的意見，就沒有涼州了。”於是晉武帝下令賜給馬龍符節，授宣威將軍。馬龍抵達武威之後，鮮卑部落首領出拔汗、且萬人率領1萬多部眾前來歸降。12月，馬龍與蘇吉人展開大戰，斬殺了蘇吉人，涼州就此平定。突厥蘇吉人死後，秦涼的諸胡部隊失去了領袖人物，頓時土崩瓦解，紛紛向馬龍投降。不願投降的也都各自四散逃生。秦涼之變自此徹底結束。他的堂弟突厥烏王之後接替他，成為了突厥鮮卑的首領。這場持續10年的西北叛亂，迫使司馬炎暫時放下了滅吳計劃。而當涼州戰事終於平息後，他將目光再次放到了江南。而司馬炎又是如何完成統一天下的最後一步？